最近一段时间，全网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周星驰2次考古热潮。不同于过去20年，我们看星爷电影永远盯着无厘头的搞笑桥段，盯着经典玩梗名场面，盯着小人物逆袭的爽感。这一次，无数成年观众重刷一遍又一遍，褪去童年的嬉笑滤镜，撕开喜剧最表层的伪装，看见了藏在每一句疯癫台词、每一处刻意镜头、每一件服装道具背后，周星驰埋藏了整整30年，从来不敢公开言说，只能借喜剧偷偷宣泄的故国哀思与汉家风骨。但与此同时，大批亮洗白生硬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说，这都是网友过度脑补，无中生有；有人说，剧本是编剧写的，镜头是导演拍的，周星驰只是一个演戏的演员，他做不了任何主。还有人说，港片都是流水线商业作品，所有细节都是随手制作，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暗喻和家国寄托。今天这条万字深度考据视频，我彻底摒弃所有模棱两可的中立话术，不做任何客观辩解，不替剧组，不替导演，不替编剧洗白半分。我们抛开所有主观猜想，只拿原片固定镜头、不可更改的台词文本，统一20年不变的服化人设，片场真实改戏记录和同期所有港片无法重合的差异化细节，一条条一处处完整串联起周星驰贯穿所有作品的道明，反清完整暗线宇宙。我始终认同一个最朴素的逻辑，一处细节巧合可以归咎于剧组无心失误，10处细节雷同可以说是影视行业通用套路，可上百处镜头、符号、台词隐喻、衣冠选择、人物宿命，横跨星爷20年演艺生涯，前后完全统一，高度呼应，处处闭环。从头到尾刻意避开所有清代文化符号，执念守住所有汉家文化标识，这绝对不是巧合，这是创作者蓄谋已久、贯穿一生的刻意表达。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思考一个核心问题：90年代香港影视圈人才济济，知名编剧、金牌导演数不胜数，所有人都拍摄过清代背景古装片，所有人都接触过天地会、反清复明、朝代更迭相关题材，可为什么时至今日，全网所有家国隐喻、移民哀思、文脉坚守的解读全部集中在周星驰一个人身上？为什么观众下意识忽略编剧、忽略导演，笃定所有藏在笑点之下的悲痛全部出自周星驰本人？答案很简单，镜头可以经过后期剪辑修饰，剧本可以由他人执笔撰写，但是演员刻在骨子里的执念、下意识的坚守、不愿意妥协的底线，藏在眼神深处的悲凉，永远无法被任何人篡改。今天就让我们彻底撕碎无厘头喜剧这层完美的保护壳，走进周星驰沉默半生的精神世界，看懂他藏在亿万笑声之下无人知晓的汉家之魂。在正式拆解所有电影暗线之前，我们必须先解决全网争议最高的一个问题，也是所有洗白党唯一的救命稻草：整部电影不是周星驰编剧，不是周星驰导演，凭什么电影里所有的道明反清暗线都要算在周星驰头上，而不是编剧和导演？很多不懂90年代港片行业规则的观众会天真以为演员只是照着剧本念台词，照着导演安排做动作，没有任何话语权，这是对黄金时代港片最大的认知误区。90年代香港喜剧片是极致的演员中心制，而非导演中心制。尤其是周星驰登顶票房王者之后，他拥有整部影片台词终审权、造型决定权、镜头取舍权、桥段增删权、人物情绪定义权，5大核心权力，权力远高于同期合作的李立池、杜琪峰、刘镇伟等导演。我们可以还原真实的港片拍摄流程，金牌编剧只负责搭建基础故事框架，堆砌市面上流行的搞笑段子，完成最基础的剧情闭环。他们不会花费大量时间在边角镜头、刑具文字、发型服饰、插曲选择这种无关票房、无关笑点的细微之处，埋藏无人能懂的家国暗线。片场导演只负责把控拍摄进度，完成基础镜头拍摄，保证影片按时杀青上映，追求商业票房回报。他们核心诉求是赚钱，是流量，是市场口碑，没有任何动机冒着风险在商业喜剧片里埋藏敏感的朝代、兴亡隐喻。真正打磨整部电影灵魂，填充所有细节彩蛋，修改所有关键台词，敲定所有人物造型，增删所有高危桥段的人，自始至终只有周星驰本人。片场无数花絮可以佐证周星驰无数次当众叫停拍摄，删掉导演和编剧设定好的原版台词，无数次推翻服化组做好的清代标准辫子造型，要求更换为汉式束发，无数次主动要求增加悲情留白镜头，冲淡影片原本的搞笑氛围，无数次自主添加原著完全不存在的高危戏曲桥段。试问，如果这些暗线不是周星驰想要表达，他为什么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修改无关喜剧效果、无关票房收益，甚至会引来风险的细微镜头？
编剧不会没事写亡国年份刻在人脸之上，导演不会没事要求演员拒绝符合历史的清代发型，剧组所有人都在为商业服务，唯独周星驰一直在逆势而行，在每一部大火的商业电影里固执的塞入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私货。别人拍戏是为了迎合市场，取悦观众，赚取票房收益，周星驰拍戏是借大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外壳，给自己寻一处隐秘的精神出口，借银幕到故国，借疯癫哭苍生，借小人物的万般无奈，诉说一代移民无处安放的意难平。明白了片场的权力分工，接下来我们所有的镜头考据全部都有迹可循，所有的暗线都直指周星驰本人的本心表达。首先第一部，也是整部周星驰电影宇宙里最明目张胆，没有任何回旋洗白余地，堪称直球输出亡国悲痛的作品《审死官》。我们先回顾完整剧情背景，故事发生在清代官场，整个朝堂腐朽不堪，官官相护，权贵一手遮天，普通百姓含冤难伸，满腹道义无处诉说。主角宋世杰是一代闻名天下的壮士，精通法理，心怀公道，却在强权体制面前节节败退，连自己的妻子都无法保全。影片中段，宋夫人蒙冤入狱，被官府衙役当众用刑，先掌嘴，当众羞辱，剥夺话语权。而这一根行刑的竹制刑签狠狠拍打在脸颊之上之后，皮肤清晰浮现两个完整汉字：甲申。这里我给所有不清楚历史背景的观众明确点明这个年份的重量。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大明崇祯17年。这一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眉山，传承276年的大明王朝正式覆灭。同年，清军入关，开启新的朝代统治。华夏千年，汉家衣冠，传统礼制固有文脉，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断层与重创。甲申二字是刻在所有汉人血脉里的国难烙印，是永远无法抹平的家国伤痛。现在我们再来拆解这个镜头的刻意程度。剧组刑具道具可以选择空白无文字竹签，可以选择其余任意干支纪年，可以选择吉祥文字、官府标识，成千上万种选择摆在面前，最终偏偏选中了甲申二字。同时结合完整剧情隐喻，身处清代统治之下，汉人如同片中宋夫人一般，一旦想要发声，想要申诉公道，想要坚守原本的汉家道义，立刻就会被强权封口，被当众羞辱，有冤难言，有理难辩。亡国之痛不是写在史书里冰冷的文字，而是直接狠狠拍打在每一个汉人脸上，终生无法抹去的伤痕。整部《审死官》从来不是一部简单的官场告状喜剧，它讲述的是大明覆灭之后，天下移民身处异族统治体系之中，法理崩塌，道义消亡，公道不存，满腹赤诚无处安放，万般委屈无处诉说的极致绝望。第二个无法洗白的名场面，来自无数人童年最爱的九品芝麻官。很多观众小时候只觉得这段剧情荒诞搞笑，主角拿着前朝的宝剑斩杀当朝的官员，皇帝不但没有降罪，反而只能退让妥协，充满无厘头的荒诞感。可长大读懂暗线之后，这段剧情满是悲凉。包龙星手中所持是实打实的明朝先帝御赐尚方宝剑，代表着大明一脉相承的华夏正统，天道公理，世间道义。而大殿之上的皇帝文武百官，腐朽贪官，代表着当下的当朝强权。朝堂对峙的一瞬间，所有当朝官员瞬间慌乱失措，当朝皇帝下意识回避目光，不敢直面这一把前朝神兵。这个微表情就是最真实的隐喻。哪怕大明王朝已经覆灭，江山已经易主，但是汉家正统道义依旧存在，依旧能够震慑当朝强权。清廷可以夺取天下国土，可以掌控朝堂皇权，却永远无法否定大明传承下来的华夏正统根基。可剧情最后的结局依旧是悲剧，皇帝没有认错，没有归还正统，只是选择和稀泥，折中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也对应了真实的历史结局，故国正统尚存风骨，华夏道义未曾断绝，可是山河已然易主，时代无法倒流，前朝的神兵利器终究无法拯救已经崩塌的世道，移民心中的正统终究只能沦为无力的执念，神兵犹在，故国已亡，万般坚守皆是徒劳。第三个，直球暗线，也是彻底击碎照搬原著洗白说辞的关键证据。鹿鼎记、黄公唱、帝女花，名场面。一直以来，洗白党都在说，影片所有反清复明内容全部照搬金庸原著，和周星驰毫无关系。我们直接拿出铁证，翻看金庸原版《鹿鼎记全书》，韦小宝一生从未在皇宫大殿当着当朝皇帝与文武百官的面公开演唱道明戏曲。同时翻看电影最初定稿剧本，这段唱戏桥段原本完全不存在，是周星驰在拍摄现场临时要求自主加拍。
导演与编剧全程被动配合，周星驰主动选择的《帝女花》是岭南粤剧最经典、最出圈、全民皆知的道明曲目。全片讲述大明长平公主国破家亡，皇室倾覆，山河破碎，最终香消玉殒的亡国悲剧，是华南地区流传百年，专门寄托大明遗民哀思的曲目。试想一下，身处清宫腹地，身在皇权中心，身着清廷官服，面对当朝天子，公然唱响怀念前朝、哀悼故国覆灭的悲情戏曲，这已经不是隐晦暗喻，这是明目张胆、当众直白的情绪宣泄。同时，影片深度刻画天地会主线陈近南那句扎心台词：反清复明，说到底只是一句口号，更是道尽了所有大明遗民一生的无奈，心中日夜期盼收复汉家河山，坚守自身风骨与文脉，可现实力量悬殊，大势已去，所有的坚守最终都只能沦为一句无力的口号。明面镜头是直白的情绪输出，而贯穿周星驰所有作品20年从未改变的衣冠发型细节，才是他刻入骨髓、从未妥协的无声坚守。清初最残酷的文化浩劫，莫过于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无数汉人宁愿舍弃性命，也不愿意换掉传承千年的汉家束发与汉服衣冠。头发与衣冠从来不只是外在造型，而是汉人的文化根脉与民族尊严。我们横向对比同时代所有同类型清宫港片，无论主角配角，无论正派反派，所有演员全部严格按照清初历史剃发留金钱数伪变，还原真实清代造型，这是当时影视行业默认的基础规则。唯独周星驰打破全行业统一规则，他所有清代背景主角韦小宝、包龙星、宋世杰、苏乞儿全员全程保留完整汉式束发，身穿汉式传统布衣与文人长衫，终身拒绝剃发，终身不佩戴清代标准发辫。有人会说，这只是影视美化，所有喜剧片都这样。可横向对比同期所有喜剧清宫片，唯有周星驰一人剧组全程坚持这套造型，其余所有喜剧剧组全部遵循历史剃发规则，不存在剧组全员失误，不存在审美巧合。唯一的答案就是周星驰从心底抗拒剃发易服这段屈辱历史，不愿意自己饰演的每一个小人物低下汉人的头颅，换上代表文脉屈辱的清代发饰。哪怕身处异族统治的时代背景之下，他笔下的每一个主角都要守住头顶一束汉发，守住身上一袭汉衣，守住最后一点不可践踏的尊严。很多人始终把《大话西游》当成纯粹的爱情悲剧，看懂暗线之后才明白，情爱只是表层伪装，家国遗憾才是内核底色。日与月二字相合即为明，月光宝盒顾名思义，就是想要追回大明故国时光的执念容器。至尊宝无数次拨动月光宝盒，不顾一切倒流时光，想要改写已经发生的悲剧，想要留住想要守护的人，想要挽回无法逆转的结局。每一次穿越都是一次移民内心的奢望，奢望时光倒流，奢望甲申国难从未发生，奢望大明江山依旧完好，奢望华夏衣冠不曾断绝。可整部影片从头到尾没有一次穿越能够真正改写结局。无论重来多少次，宿命依旧无法抗衡，失去的永远无法挽回，崩塌的故国永远无法复原。至尊宝最终戴上金箍，放下人间情爱，接受宿命安排，对应着一代又一代大明移民，最终被迫接受江山易主的既定事实，被迫向时代强权妥协，心中万般不甘，最终只能闭口不言，独自承受一生的意难平。大话西游，大话一场，所爱隔山海，故国不可归，武状元苏乞儿，整部影片就是明末文人阶层命运的真实缩影。苏乞儿本是满腹才华、文武双全的汉人士子，心怀坦荡，一身风骨，代表着大明传承下来的文人文脉与士人精神。可在清代强权体系之下，权贵肆意构陷，规则刻意针对，没有任何公平可言，一夜之间剥夺全部功名，摧毁一生前程。从云端才子沦为尘埃乞丐，这就是明清易代之后天下读书人的真实下场。千年文脉被打压，文人风骨被践踏，汉家士子毫无立足之地，才华一文不值，尊严被彻底碾碎。而影片结尾封神台词更是直击时代本质，如若皇帝英明，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谁又愿意铤而走险，起兵造反？从来不是汉人天生想要动乱，从来不是移民执意不肯归顺，而是强权压迫过重，文脉彻底断绝，民生困苦不堪，天下苍生无路可走，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奋起反抗。我们补上上期预告的唐伯虎点秋香隐藏暗线，补齐完整道明宇宙。整部影片看似是江南才子风流喜剧，实则暗射清代初年残酷文字狱。唐伯虎天赋绝世，书画双绝，冠绝江南，但是他始终不敢展露自己全部才华，而整日装疯卖傻，佯装纨绔子弟。
刻意隐藏自身风骨与学识，对应清初文字狱高压环境，天下汉人文人不敢提笔抒怀，不敢言说家国，不敢展露汉家文脉风雅，但凡稍有直言，便会引来杀身之祸。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像唐伯虎一般，佯装疯癫，藏锋守拙，把满腹家国情怀全部藏在市井嬉笑之中。风流是伪装，疯癫是自保，藏起锋芒，守住本心，才是真正的内核。大内密探零零发，全程刻画腐朽无能的皇权朝堂，皇帝昏庸贪玩，不理朝政，朝堂百官只会内斗争权，无人守护江山社稷，无人心系天下百姓。这正是明末朝堂真实写照，君王失德，朝堂崩坏，文官内斗，武将无为，上层统治彻底腐朽，最终导致江山倾覆，家国沦陷。零零发身怀绝世能力，却始终不被朝堂重用，空有报国之心，无用武之地，对应乱世之中。无数心怀风骨的汉人志士，空有一腔热血，却无力挽救崩塌的家国。梳理完所有镜头、台词，孵化到完整实锤之后，我们回到最初那个终极问题：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影视环境，同样接触古装轻功题材，同样拍摄天地会反清剧情，为什么上亿观众唯独愿意相信周星驰心怀汉魂，唯独愿意读懂他电影里的故国哀思？答案分为3层，层层戳心。第一层，周星驰本人的底层孤臣人格与明移民精神高度同频。纵观港圈所有知名导演、演员，大多家境优渥，一路顺风顺水，身处行业上层，以旁观者视角看待朝代兴亡与人间疾苦。唯独周星驰一生从泥泞底层爬起，童年单亲贫苦，青年常年龙套，受尽行业冷眼，资本打压，同行排挤，一辈子不被主流圈层接纳，一辈子孤身前行。他一生的底色是孤独，是不屈，是身处强权环境之中依旧不肯低头的傲骨。而这份底色和大明覆灭之后，身处异族统治之下，孤独坚守风骨，不肯归顺强权，孤身守护文脉的移民，完全一模一样。观众能够从他的表演里感受到那份刻入骨髓的孤独与不甘，所以本能共情，本能相信他藏有深层寄托。第二层，无厘头喜剧天生是最好的保护色，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之下，直白抒发家国兴亡感慨有着极高的风险。周星驰选择以喜剧为鞘，以疯癫为衣，把所有沉痛的家国哀思全部包裹在搞笑桥段之中。小孩子看表面笑话，看热闹玩梗，成年人看透笑点之下的悲凉，看懂家国遗憾，有心人读懂全部暗线，读懂他一生不言的坚守分层叙事，完美自保，沉默表达。第3层，所有主创之中，只有周星驰心怀文脉敬畏，其余所有剧组人员拍戏只为商业利益，对华夏衣冠、历史伤痛、文脉传承毫无敬畏之心，造型随意，台词敷衍，细节不在乎。只有周星驰执着于每一处文化细节，坚守汉家衣冠，铭记国难年份，哀悼故国覆灭，敬畏千年文脉。观众分得清谁在敷衍赚钱，谁在用心寄托情怀，从来不是观众过度解读，而是周星驰本就藏着这份心意。我们只是长大之后，终于读懂了他沉默半生的温柔与赤诚。我们汇总全篇上百处统一暗线，假身国难年份烙印人脸，前朝尚方宝剑对峙当朝皇权，私自家唱道明越剧，20年不变的汉式束发，日月宝和故国执念，文人志士全线崩塌的人物宿命，文字狱与朝堂腐朽的隐性映射，一处是巧合，10处是雷同，100处统一闭环，只能是本心使然。周星驰一生极少公开谈论自己的内心，极少谈及家国情怀，从来没有站在台前直白诉说自己的执念。他把所有不能言说的哀思，所有无法抒发的不甘，所有刻在心底的汉家风骨，全部安放在自己每一部电影的细节之中。他用一辈子的无厘头喜剧做了一场无人知晓的漫长祭奠。喜剧是外衣，哀思是内核，疯癫是伪装，傲骨是本心，银幕是载体，汉魂是初心。周星驰从来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喜剧演员，他是藏在繁华娱乐圈之中，沉默一生，坚守一生的现代移民诗人。笑料留给芸芸众生，悲凉留给自己，风骨刻进镜头。看完本期万字完整考据，你最先看懂星爷哪一个镜头里的暗线？你重刷哪一部电影？第一次笑着笑着突然落泪？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所思所想。视频一键3连，关注星隐藏汉魂。下期深度拆解周星驰现代片，国产007隐藏家国暗线，打通星爷古装片与现代片完整精神脉络。我们下期再见，我是星营藏汉魂，坚守文脉，静候同路人。